大家好，我是小齐。我面前的这颗蟹爪兰呢，跟着我出镜了好几次了，而且是我从一个叶片开始嫁接的，嫁接了，今年是第4年的时间了，马上要5年的时间了，而且每年都在开花。现在呢，花大部分已经全部开起来了，还有几个小的个别的没有开起来，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由于我棚里的光照非常的强，蟹爪兰在光照强的前提下，它就会从一种深颜色变得比较浅。本身呢，它的花的颜色是有一种发黄的感觉。我对于品种呢不记名字，所以说没法去给大家说什么是什么品种。但是呢，它整体的这个状态已经彻底开起来了。去年的时候开完花以后，叶片全部瘦弱，是由于我忘了浇水所导致的。现在浇着水，它的叶片是比较精神的，而且厚度也比较高。对于我们嫁接的蟹爪兰和自己养的，在冬季能够花开不断，开完这一茬以后还能够花开第2次、第3次。那么对于这种大冠幅的蟹爪兰，我们开完花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呢？等它花大部分已经开完的时候，如果是还稀稀拉拉的剩下1、2个，我们要做的是把它的叶片掐掉1到2节，只剩下那些肥厚的宽的叶片。这样掐掉以后，能够减少养分的消耗，到时候它出花苞的时候，还能够从厚的叶片上再次长出来。到时候花开第2次、第3次，不要掐的太多，掐1、2个就行了。这样再去给它补充肥料。肥料的话，我们要去给它用花多多2号，因为花多多2号里边磷元素含量高。其他的元素也不缺失，这样养分能够补充，而且能够得到充足的磷元素，还能够再次分化花芽，还要去给它建充足的光照。只要光照合适，肥料跟上，我们盆土干透，及时的给它浇透，它花开第2次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就是操作的方法。记住，如果您的蟹爪兰如果现在开的比较不错，叶片瘦弱的话，那么第2次的时候就要去给它补充一下多元素的肥料，让它去恢复一下叶片，或者是补充一下花多多10号，比如它是高氮的肥料，能够促进长叶，之后再去促花。但是一定要去给它掐叶片，掐叶片是为了减少养分的消耗，因为它的冠幅太大，到时候恢复的是比较慢的。您知道了吗？如果您的蟹爪兰开完了不会操作的话，按照小齐说的就能够继续开花。现在就样品在这放着，小齐养了很多的蟹爪兰，大部分都是嫁接的，也有自根的，下次再给大家做视频啊。好了，先就到这里吧。如果想看更多养花视频，别忘了关注一下小齐。